Pessoal, olha o que eu achei aqui. Sabia que Princess Silver foi baseado em uma novel chinesa muito famosa? A obra original se chama The White-Haired Imperial Concubine e ficou conhecida entre os leitores das plataformas de novels de romance da China. Por acaso do destino, encontrei essa entrevista antiga com a própria autora da novel. Dizem que autores de novel não dão entrevistas, mas encontrei essa e trouxe aqui para vocês. Vale lembrar que durante a entrevista ela está falando principalmente da história original do livro, então alguns detalhes podem ser diferentes da adaptação do drama que a gente assistiu. O mais interessante é que a entrevista foi feita pela famosa Academia Xiaoxian, uma das plataformas, sites de novels femininas mais conhecidas da China, responsável por divulgar muitas histórias que depois viraram dramas de sucesso. Será que ainda está ativa? Alguém sabe? E sinceramente, ouvir a autora falando sobre Ronqi torna tudo ainda mais doloroso. Interessante, digamos assim.大家好，我是潇湘书院的曲奇。5月15日由张雪莹、李治廷、罗云熙领衔主演的《白发》首播热映。今天很荣幸我们能够邀请到《白发》的原著作者，也是该剧的编审莫言商。来，默默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潇湘书院的作者莫言商，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白发王妃的喜爱和支持。那这几天白发首播，默默你应该有刷剧吧？是的。那感觉怎么样呢？比我预期的要好。说实话，当初参与白发剧本创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担心的，因为小说里有一些情节其实不太适合拍摄。我担心剧本改编以后偏离原著故事太多。不过幸好我特别幸运，然后遇到的制片人、导演和3位编剧老师们都特别尊重原著。尤其李慧珠导演，在我到剧组第2天，然后他就对我说，原著故事里有很多情节，他都特别喜欢，希望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能够保留这些情节。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对，那能够遇到这样的制作团队，那真的是一种幸运了。那最初默默你创作《白发》这部小说的时候，灵感来源于哪里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敢相信。其实最开始这个故事，它灵感就来源于一个梦。有一天我梦见一个特别深情的男人，然后他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件事，然后就失去了他最心爱的女人，然后当时那种状态就是非常的悲伤，非常的绝望。然后醒来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是很有故事的。我就久久难以释怀，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的把它发展成现在白发王妃现在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白发王妃其实是最初是源于一个梦。是的。真的是很有诗情画意的开始。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就详细的介绍一下在白发里面的几个角色呢？当然可以。女主曼妖是一个非常通透、善良又很宽容的人。她对她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但唯独对感情要求很高。因为她曾经被伤害和利用过，甚至被害死了，所以才会穿越到古代。然后穿越过去之后，她就对感情的付出非常谨慎。一旦被喜欢的人在利用和伤害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转头就走。然后宗正无忧呢，他恰好他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得到后轻易地失去曼妖。他们2个人的聚散离合都不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产生误会，而是他们自身的性格导致的。他们2个人都太过骄傲了，在感情上都不是轻易会低头的人。需要经历一些磨难才能看清自己的真心和对方的真心。复仇呢是正好相反的。他是因为从小被人灌输仇恨，所以他习惯了就是
习惯了任何事都需要仔细筹谋，然后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事。他在接近曼妖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利用的过程中他会喜欢上这个人。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停止对他的利用和伤害，所以他注定是得不到曼妖的真心，所以最后铸成了大错。最后就是荣奇。荣奇这个人，他是整个故事里活得最清醒的一个人。他跟无忧复仇都不一样。无忧这个人太骄傲了，他利用曼妖被他发现之后，他根本不屑辩解，即使他心里有所波动，他也不会去辩解。然后复仇这个人，他所有的利用都是明明白白的，然后曼妖心里都特别清楚，所以复仇是根本无从辩解的这种。荣奇这个人呢，他的伤害其实都是出于对曼妖的爱，所以他根本就是不能辩解。他为了让曼妖活下去，他是可以亲手把她嫁出去，也可以伤害她，他甚至还可以放干自己的血，然后计划在死后利用自己的身体。他所做这一切呢，都只是因为想让她活下去。因为他这个人，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他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了，就是他是活不过24岁的。对他来说，活着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他爱曼妖的方式。在这个故事里，爱情、仇恨、命运相互交叉。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面对真爱，需要理解、宽恕和珍惜。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一点。听默默这么说啊，我觉得能看出来默默是一位非常用心的作者，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是饱含情感的。那么白发之后，默默你就只写了一部《金氏王妃》，后面怎么一直就没写了呢？其实，我也感到很抱歉，就是《金氏王妃》其实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完结。因为这些年我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所以一直写得断断续续的。去年从剧组回来以后，我把那个后面2篇定国篇和天下篇终于已经写完了，打算近期就会发出来。然后至于新闻呢，也已经在准备中了。默默辛苦了，虽然希望你能一直不停的有新作品哈，不过身体呢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要对你的读者粉丝说的吗？借着这次机会，我想跟读者朋友们说声抱歉，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支持我、包容我。趁着来日本，我挑选了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默默真的是一位特别贴心温柔的人哈，在这里呢，我代表咱们潇湘书院的读者粉丝，感谢默默的礼物。稍后呢，我们也会在潇湘书院的网站上做一系列关于白发皇妃的活动，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踊跃参与，把喜欢的礼物带回家。好了，再次感谢默默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支持莫言商，支持白发这部剧。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了，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E aí, gostou dessa entrevista? O que você achou do que ela falou sobre ele? A gente se vê n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 da Eileen.